欢迎大家参加今天晚上的比特币协会的直播活动。然后我们今天看到有了特别多的嘉宾，而且我们现在正好是在比特币协会第1届开发者训练营的第2天的晚上。然后今天呢，我们请了这一次参加我们训练营活动的5位参会者，大家能看到都是全新的面孔，因为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就是 BSV 的新面孔。那么话不多说，我们先请我们今天的各位嘉宾，然后介绍一下他们自己。大家好，我叫陈杰，然后我就是程序员出身吧，就是毕业以后一直都是从事这种软件开发，然后大概有10几年的那种工作经验吧。然后我大概前些年就是接触比特币，其实还是比较早，但是可能12年13年，但是那个时候是在新闻上看到的，看到之后呢，我去简单的搜索了一下POW 的这种方式。但是当时呢，我的认知我就是不认同 POW 这种方式的，所以我就轻率的就错过了。就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什么价值，或者说我可能觉得它是个资金盘，然后我没有深入的去学习它背后的一些东西。然后呢，等我再次接触它的时候，可能已经是17年了。对，然后那个时候我是有一个朋友的朋友，就是他可能是做了一些做了一个网站，但是被资料被黑客给他偷走了，然后给他发了封邮件，说让他去给黑客打2个比特币，然后他把资料确实是打过去了，然后黑客也把他把资料给他发过来了，然后就那个时候而且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他专门他跟我讲了，就是让我去关注一下 BSV， 然后当时我确实花了时间去详细了解了一下。然后大概看了一下CSW 的一些文章吧，大概就是把他的文章全部读完以后，我就对比特币 BSV 这个观念完全就改变了。然后所以我后来也一直在持续的关注 BSV 的生态。然后就是这2天参加这个活动，也看到了一些很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像在 BSV 上面做一些东西，已经是一个特别好的时机了，就是这种基础设施已经是完备了。陈杰是来自于北京哈，然后我们在北京经常线下见面，也是资深的老程序员工程师了。然后下一位我们请杨青青，我们这一次训练营当中难得的一位女士，然后来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杨青青。我的工作经历和陈杰非常非常的不同，但是我们俩有一个共同点，你可能没有意识到，就是我们是如何真正的开始了解，开始投入很多时间的了解BSV 的原因是什么。你是看了 CSW 文章，我是看了他的几乎我能找到的所有的视频。我把所有的视频网站上能翻到的，像和他喜欢解释很多理论性的东西。然后我发现，如果你想要真正的找能解释清楚理论的人，我觉得他是解释的最清楚的，没有之一，他是解释最清楚的。然后我最开始有2个问题，最基本的问题，一个是比特币是什么，第2个我们能拿它做什么。然后我翻遍了所有的社交媒体，然后和视频网站，我发现没有一个人能真的解释清楚。很多人是在说这个东西会以后有什么样的价钱可以到多高，然后会说这个东西是没有监管，还有没有permissionless。我不知道他们这些词是什么意思，我不懂。我理解，如果你告诉我一个单词的字面意思，我会从字面意思理解。如果你告诉我你理解的不是定义的角度的意思，而是你觉得是什么，我觉得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所以我自从看了他的视频，我觉得他是讲得最清楚的。然后因此我也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去了解。然后我觉得自从我开始了解之后，学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各门学科的知识。对，所以我觉得站在我的角度，我的本职工作是教育培训，但是我觉得不管你的工作是什么，总是有一个点你是可以切入的。那么如果你想学习，一定是可以找到一个点开始的。OK。Hello， 大家好，我叫玉念，大家可以叫我小天啊。我是
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的计算机专业的硕士，然后之前曾经在华为工作过，然后主要是做手机终端嘛，手机通讯标准协议这些内容。然后2018年的时候就辞职，到那个时候也是看到那时候最开始关注比特币嘛，就 BTC， 最开始关注 BTC， 那时候就觉得哎这东西好像很厉害，然后你觉得很有前景，然后就辞职到深圳来嘛，然后进入了这个行业。然后到了2019年，不是2020年的时候，2019年年底的时候，那个时候了解到BSV 的那一波有一波涨势嘛，是吧？大家可能知道有一波涨了很多，那个时候就去关注它，就去研究，哎，为什么它可以这样？然后大家为什么说它是中本聪？你就会去花精力去了解它，然后你就会去看他的文章，看他对比特币的解释，然后你花了大量的精力之后，就像他们说的一样，你只有花了大量的精力，你才会去深入的陷入其中，你会发现哦，这个东西太厉害了，为什么可以这样？这些东西是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过的，这些东西是每天都有醍醐灌顶之感，就是觉得啊，好开心呐，又学到新东西了，这些东西好，以前从来没听过。然后呢，2020年的6月份嘛，那个时候其实已经研究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了，然后就开始有一些创造的想法，比如说我会去想，因为他讲了很多关于微支付的事情嘛，然后我就去想，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微支付的东西？然后我们就去想了一个点子，然后看确实没有人做，然后我们就把它做成了专利，然后我们就成立了公司，然后现在就可以说是在做微支付，比特币领域的微支付的细分领域的事情，大概就是这样。然后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也算是圆了很久的一个心愿，因为以前是没有跟大家有一些面对面的接触的，现在来感觉挺好，挺开心。大家好，我叫张伟，我是来自成都的，然后我是可能有20多年的那个开发的经验，然后我大概是从2013年的时候了解到那个接触到比特币的，然后我大概了解了大概有个买了一点点币，然后感受了一下，然后是到后来大概有半年以后吧，然后因为就是你买了你都坐在那里了，然后你会就不由自主就会去关心这个事情，然后我因为我刚好有开发的背景嘛，然后我当时的感受呢，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对程序员是天作之合呀，因为你愿意，就是你不需要别人同意，你就可以做一个程序去接入这个网络，然后去去发送啊，或者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后来呢，就是到那个 BCH 分叉的时候吧，当时在之前我其实特别愿意用那个比特币网络发送大量的那个交易，很多时候是免费的。然后到了那个 BCH 的时候，哇天哪，那个一笔有时候高到，我记得我自己就是我自己发的一笔交易，我记得好像都快上千了。哎呀，你还另外一笔交易，好像就是就是你给了很高的手续费还不行，就是还得再找一个他们的专门的矿池来加速。我觉得简直就是这不是我想要的比特币。但刚好那个时候就是当然也受他们那个 BCH 的影响，然后我就比较坚定的是在那个 BCH 这边，然后呢。我就是这样子一路又追到那个 BSV， 然后那个 BSV 的时候呢，当时他们分叉的时候的，我比较不太同意他们一点，就是他们就是特别讲一点，说是要适应市场，就是意思说要把互联网的那一套就拿了过来，我要不断的迭代。但是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那个底层的协议，我觉得不应该这样，所以说我就这样子就追到了那 BSV 上面，大概是这样子。然后我在比特币的开发上也学习很多东西，也做了一些小东西的，大概觉得感觉还挺好，大概就这样。大家好，我叫王悦，是那个波普科技的创始人。那我接触 BSV 是因为我的一个好朋友叫小辉，也是 Script 的创始人。对，刚好那段时间我在硅谷游学，就是探寻比特币和区块链的
一些硅谷的一些思考。然后有一天就见到小辉，他请我吃火锅，在硅谷聊着聊着，他说我跟你讲一件事啊，讲完以后可能你人生观会颠覆的，那想听吗？我说没关系，你讲吧。然后就跟我把整个的这个一套的 BSV 这套东西就讲给我听，我们聊了好久，对，然后他后面还给了一些资料让我看，他说那资料都是他自己整理过的，我看了以后也确实觉得，之前没想到的那些东西，其实从我跟他聊那次深度聊天那一次之前，我一直在看区块链到底能除了炒币以外还能做什么，一直在思考这个事情。对，因为我们本身是做实业，也不是说我们本身是想创业的，想做一些事情出来的。纯粹的，你说如果只是炒作的话，其实有很多的标的可以用来炒作。所以，那一次其实改变了我很多了。后来就开始，我记得，2019年5月份应该有一个 CoinGeek 的会议吧，5月份。多伦多。对，我没去，但是小辉去了，因为他那个直播是多伦多的白天时间，其实我们这边的凌晨。然后我还经常熬夜在看，就尤其是那个叫吉米也是很有激情的。反正从那以后就陆陆续续一直在学习，在了解。其实我本身也是一个程序员，我写过8年的代码。然后呢，最近想着发现真的身边，我跟我的员工也讲过让他们去学，但是他们可能也不知道没有什么太大的动力，所以可能就决定自己下海来写一些代码来尝试一下，比如说写智能合约啊。然后把一些数据上链啊、存储啊等等，自己体验一下。然后今天也是在交流的过程中，也是感受很深了。对，就是对于 Meta ID 的一些理解，尤其是存储1G 的数据，今天一个答案就大概4到5个 BSV， 大概就8000块钱左右。但是看起来是很贵，但是它可以存储一辈子，对吧？存储永久的。然后对比我自己，我现在每个月交给苹果、交给谷歌、交给移动1个月100多块钱人民币，我1年要交1000多块钱，对吧？那这样其实看起来，而且还有就今天也讨论到说成本还会继续降低，使用的人越多成本越低，这是一个非常很好的。就像刚才我们这同事朋友说的，张伟说的，对，他说随着时间的市场的迭代的话，但是 BSV 可能就是说先把这个基础设施给你打好。为你未来几年的应用都把你配置好了，你就放心去开发了，对吧？这个其实跟我之前的理解是很不一样的。我觉得这种思路应该也是对的，对。所以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坚定的把这个开发好吧。好，谢谢几位。我觉得几位介绍自己的时候都说的特别完善，因为其实大多数情况下，我看到我参加过的一些区块链会议里面。很多人在一上场，尤其这种 panel 介绍自己的时候，主要是强调自己的一些什么学术背景啊，什么创业背景。但是在我们 BSV 就我们办的这种直播活动，每一次我发现大家的风格都非常的一致，就是主要都是很想谈一谈自己到底是怎么跟比特币结缘的，然后以及自己走过来的这些心路历程。然后刚才介绍了一下，我觉得我们观众其实发现了，大家这5个人是我精挑细选，每一个人都非常的不同，不仅是就是个人经历不同，以及他们为什么加入到了这个比特币 BSV 的这个圈子里面的动机和时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接下来呢，我就会根据大家各自的这个特点吧，然后定向的问一些问题。那我们就首先从那个陈杰开始。陈杰是在北京，所以咱们也是经常见面啊。然后陈杰，我印象中就是我们很早期见面的一次，那个时候你已经开始在做一个 BSV 数据导航的网站，然后一开始是100 BSV， 现在改成 bsvso.com， 对吧？然后我印象中1年之前我跟你说，当时已经慢慢的有很多 BSV 的新的应用出来了，那时候大家就特别想知道哪个应用火爆，哪个应用天天能往主网上发更多的交易，所以我那时候就旁敲侧击地推动了一下陈杰，我就说你把你的那个导航网站好好做，可以侧重于去展示出来不同的应用的这个每天的 TX 的数量。然后但是后来呢，我也就是通过跟其他浏览器的一些沟通，就发现其实从他们做导航或者做数据浏览器的角度来讲，抓取这些数据是有一定难度的，对吧？所以我想请你就是从你们做这个导航网站的一些经历给大家谈一谈。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其实倒不是抓取数据、解析数据，其实都还好，但是主要是因为像 BSV 它现在那个总那个区块大小可能有300多 G， 然后那个我现在没有看，但是好几个月以前，它那个 T 差的数量就已经有3亿多，还是4亿多 T 差。如果说这个数据量你放在一个那种正常的那种普通的互联网项目里面，这些数据其实已经有一点属于大数据了。所以说你用普通的数据库的话，你存是可以存，但是你去查询、去做一些聚合查询、做一些统计的时候，就会有很严重的性能上的问题。而且你要想到，现在 BSV 还只是刚刚开始，而且如果说 BSV 它成功的话，它的那个每年的数据是以指数的方式去上涨的。所以可能是今年3亿，可能明年就30亿或者300亿，所以真到了那个数量级的时候，就是普通的这种小玩家已经是处理不了这么大数据量的这种数据的聚合，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我后来有受到一些像其他的项目，像 MetaID 他们这种项目的启发，所以我觉得他们的那个逻辑是说，以后的话就是那个数据格式是按照那个协议来进行分类的。所以说你的那个应用，你如果是关心关心某一种格式的数据的话，其实你只需要对你自己关心的那些数据去做统计和分析就可以了。对，还有一个就是说，像传统 EOS 和以太坊上他们那些的数据统计，他们统计那些应用，他们还是以应用来区分，他们统计那些应用的T 差数量，或者说活跃的用户数，还有他们的这个流水。他们是很容易统计的，有现成的接口直接调就 OK， 就是工作量很小。但是因为 BSV 它是一个那种 UTXO 结构的嘛，然后的话那个地址，所以说它那个地址，而且它为了隐私嘛，它那个地址可能每一次出入它都会换掉，所以你统计上面那个应用的那个地址和那个应用的流水，这个东西你统计的可能意义不大。对，所以这一点其实你能看出底层的那个架构不一样，你可能在某一个架构上比较容易做的东西，在另外一个架构上可能就已经很不适用了。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在那个BSV 上去做一些统计，很有可能会和其他的链像 EOS 和以太坊这种基于账户模型的这种链会有很大的区别。以后的话，我个人觉得以后大的趋势可能就是按照那个协议来区分 T 差，最终竞争的可能不是应用，而是协议，最后就是大家去来统计这个协议的数据。对你谈到的这个，其实正好就契合了今天咱们 Bootcamp 的主题，就是 MetaID 冯新宇的公司。然后正好下午听的时候，他有一个就是提到的一个东西特别打动我，就是他的那个 MetaNode。其实我认为你之前想做的BSV 搜的这种数据，算是数据服务的模式，其实很有可能在你的下一步的理解当中，慢慢的会转成类似于像 MetaNode 这样子为专属的一些协议去服务的这种数据服务商，对，会有一些新的机会。然后另外我还知道咱们生态内有一个跟你做，就是算是做的是同一个方向的吧，比如说 MetaSV。他们其实现在是提供全量的这种数据服务，但是你也提到了之后，如果 BSV 的这种就是链上数据的这种指数级增长的话，其实提供这种全量数据服务，对于小公司或者小团队来说是一个比较不现实或者很沉重的业务，对吧？行，谢谢。然后下一个青青呢，就是青青刚才主要是讲了一下自己其实是通过看 Craig 的一些文章，有一种一下子被点亮了的感觉，然后通过这么多年的一些学习探索，然后刚才我们私下聊，你也说你觉得学习比特币的过程改变了你看待这个世界或者是理解这个世界的很多方式。然后青青之前很早期的时候就跟我们比特币协会有合作，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比较少，所以呢青青是我们的就是志愿者项目中的一员。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全职的翻译，然后当时是很多社区里的一些 BSV 爱好者们，然后再去帮助大家去翻译一些文章和视频。
然后作为就是本次 bootcamp 为数不多的女生吧，女学员然后之一，然后请青青讲一下这一次来了参加这么长时间的活动的一些感受吧。我最大的感受是今天下午又学到了好多东西，知识量爆炸。没错，今天下午是冯总，其实冯总带着我们整整一天，他带着我们几乎是从零基础开始，开始写，今天下午用的什么是 JavaScript， 用 JavaScript 带着我们从零基础开始写一个能用到 Meta ID 的一个算是小的 APP， 然后我发现在学习的路上一个最大的障碍是自己，是你觉得这个东西太难了，太难以理解了，或者是你听，至少我会这样，就是听别人说这个难，因此我相信它，因此我觉得也难。但是真正你自己开始学了这个东西，并且学了一个阶段之后，开始回头看，你会发现没有最开始被吓着的想象的那么难。所以也许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在学习最开始的时候，尤其是面对着其实比特币不仅仅是 computer science， 不仅仅是计算机科学，还涉及到很多很多各个维度的学科的知识，这是我最一开始没有想到的。由于我的学科经济，由于我的这个学科背景是经济，我是德国经济学毕业的，所以当我听到CSW 说这个跟经济学其实关系特别大，并且他说你看白皮书里面其实就有说这是一个经济激励模型，于是我第一反应是我怎么没有注意到第一遍看的时候，然后后来又很显然又为了弄白皮书，你得同时弄很多很多件东西。我经常会半开玩笑的说，你看懂一份白皮书，你得同时弄10个学科，但这个真的不是在夸张，这是真的。但是由于可能是我比较好奇心重吧，我真的很想弄懂，弄不懂，我觉得好奇心还在那儿，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你在也许这个就是为什么你能一直觉得有新的东西看，一直会保持你的好奇心，并且很有用。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一个，你如果想去说服别人也好，想去说服自己也好，为什么我要花这么多时间？为什么你要让别人花时间在上面？我觉得有价值有用，这个才是最根本的一件事情。谢谢，因为我也知道青青一直也试图向很多身边的朋友，然后去让他们去学习和理解比特币。当然自己首先也是学习的非常努力啊。然后就是这种希望能够向身边的朋友去试图去讲解，让他们去理解比特币的这种宏大的这个世界，是 BSV 圈里面很多朋友都一直持续在做的事情。然后我自己也是一样，但是我们确实会面临一个普遍的一个困境，就是因为比特币的这个知识系统太庞大了，你很难通过就是跟朋友的一次下午的聊天，然后激起他的兴趣，然后最终他还是要自己回头花很多时间去学习的。然后这件事情我现在是这么想的，就是比特币技术确实它是一个非常前沿很有前景的技术，但是放到整个世界就是整个社会来看，它依然还是一个很小众的，目前很小众，然后它的应用没有那么普及。那跟那个什么 AI 啊，什么甚至是物联网，对吧？还有大数据相比，他们也是走过了很长时间10年以上的这种沉寂，从很小众的一个群体慢慢发展起来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就是想再问问青青，你自己在学习，你刚才说你看很多 Craig 的视频啊，或者是一些学习资料的时候，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给大家吗？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也在学习当中。首先这个是一个挺好的问题。我觉得如果是要说学习心得的话，我的最大体验是，当你能够把一个复杂的理论用简单的话讲给别人听，那这个时候其实共赢的是所有人。就是你自己不仅仅跟别人解释的时候，你会发现下一次解释你能解释得更清楚，并且这个时候站在对方的角度，他还听到了一个全新的东西。当然，如果你能一次就把对方说服了，那这个朋友不是一般的朋友。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这样。站在我的角度，我曾经我之前的同学，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但是我们就尤其是他在纽约，所以我们好多年没有见面了，但是隔一段时间就会动辄聊上很多个小时。然后记得上一次跟他讲，
理论的基础，讲了，从晚上开始讲，然后讲到第二天天亮，讲了很久，这是第一次讲，然后我第二次过了几个月，又有另一个在英国的朋友，然后我跟他讲，这次已经控制在了5个小时以内了，就把它讲完了。所以我觉得跟别人讲，这是一个共赢的事情。所以我现在有一个学习习惯，就是一旦我了解到了一个工具或者是某一个理论，我会喜欢写一篇很长的文章，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其实大家如果去搜的话，应该能够找到至少有2篇比相对较长的一个关于 Weebot 它的文章，那个就是我在今年的过年期间1、2月份，其实我之前也在了解，但是我觉得我了解的不成体系，我喜欢有一个体系的东西储存在大脑里，这样不容易忘掉。然后我就想着，那怎么样来跟别人解释这个是什么，可以怎么做，并且为什么你要去用它。那么怎么回答这几个问题？然后为了回答这几个问题，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对，写了我的计划是打算写一个系列，不过后几个系列由于我要学别的东西，因此又被拖延了。对，我的下一个计划是写一篇关于 Meta ID 的。很好，那冯总应该非常的开心，不枉他今天站在台上带着公司的同事，对，讲了一整天，对，所以我觉得那个青青非常好，因为就是你首先自己在非常认真、非常踏实的在学习，然后同时也会向身边一些你认为能够跟你有同样理解能力的朋友去宣传，然后还帮助了一些就是真正 BSV 上的一些项目或者是公司，帮助他们去总结他们的技术特性、产品特性，然后再宣传出去。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属于社区里的真正的有贡献的人。接下来呢，我们这个问题就扔给小天了。我甚至觉得我不需要问什么问题，因为大家会发现他持续的在很多能够发生的渠道，持续的在单向的输出自己的观点。然后这2天通过活动过程当中，我也观察到了小天是真的是一个本身就是非常有能量、很热情的人，而且他对微支付这个比特币的一个细微领域是有很深的自己的思考，而且也非常迫切的，时刻都很迫切的想传达自己的想法的人。所以我就不问问题了，你就给你几分钟你就说。首先一点啊，就是我的身份是什么？就是我的身份，我认为我是微支付的布道者。至少在中国是这样，可能在国外，因为我不清楚还有多少布道者，但是我觉得是中国的布道者。因为虽然社区也来了这么多人是吧，然后今天也有很多人来，但是没有一个人给自己身份标得很明确，因为大家好像就是说做的方向也有很多，大家都去了解，但是我呢是专注于做微支付的。我可以这样说，其实大家都不会说给他贴一个特定的标签，但是我要给自己贴一个标签，就是微支付，因为我发现没有几个人能讲清楚什么是微支付。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因为我自己在知乎包括一些 CSDN 上面，其实写了很多的文章，讲清楚什么是微支付。因为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微支付是吧？我要给你讲清楚。当我不知道你有不知道的点的时候，当我知道你有不知道的点的时候，我就会写一篇文章，或者说是写一个论文性质的，给你讲清楚这个东西是什么，它会对人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关于微支付的具体内容其实是很多很多的，可能一时半会儿是讲不清楚的我希望的是，无论是看视频的、看直播的观众，还是在座的，还是甚至其他人，都可以花时间去看一下我在知乎上开的专栏名字就叫一聪微支付。一聪就是比特币的最小价格单元，就是一聪微支付，这个很明显是吧？就是上面是有很明确的表示。然后我也希望线下就是下来之后可以有大家来找我沟通关于微支付的知识，绝对可以讲到你懂，而且会讲到你拍手称快，觉得好爽，又懂了一个新的知识。对。小天说就是你觉得这一次来参加我们训练营的人，谁都不敢往自己身上贴标签是吧？我觉得也没有人敢往自己身上贴布道者这个标签。就是微支付我看过小天好多篇文章，我觉得确实就是小天的一个就是难得可贵之处吧，就是他真的是可以以
不管是什么认知程度的人都可以理解的方式，把这个东西用文字表达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一点，因为确实 BSV 圈子里面的很多公司，他们的产品迭代很快，产品性能非常的独特，然后很有创造力。可是当他们一旦发出来那个文档或者宣传文章的时候，就确实绝大多数人是读不懂的。他没有以一种很 low level 的这个程度让别人能够只通过产品和服务去理解它。然后我觉得小天的文章是把微支付是讲的比较的清楚，而且我也知道你的这个通讯行业的职业背景，然后一开始的时候经常给大家说，其实你想做的真正第一个落地的项目可能是这种微支付，基于微支付的这种共享 WiFi。对，现在说说你的这个想法有没有变化？其实是这样的哈，就是说我给大家讲我们要做什么的时候，我通常会说一个具体到一个点，比如说共享 WiFi 或者共享路灯，但是其实我们真正要做的事情是标准。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这个词哈，标准它是一项解决方案，也就是说我不一定做产品，我可以教你怎么做。就像华为，它可以不做手机，它也不可以不做基站。他教你怎么做手机，怎么做基站，他把这个东西做成一种解决方案，他做进标准里面，像5G 标准，他卖标准，他卖解决方案就可以了，他不一定非要自己亲自动手做这件事情。这是我们一直的目标，是我们其实是一家做标准的公司，但是具体到点，就是说我要给别人讲我们是做什么的，我们可能就会讲到共享 WiFi， 或者说是共享路灯这些很具体的点。好，那我觉得就是这几天你正好可以跟就是40-50个朋友们可以线下的多交流交流。然后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问这个张伟的，因为大家可能知道，就是我们有一个研究员 N-Chain 有一个研究员也叫张伟，然后但是我记得非常清楚，应该是我能够对你的这个技术能力有印象，就是去年9月底的时候，你应该是在 Medium 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但是我已经Popping 嘛，那个 Unwriter 写的。对，然后我已经忘了那个具体的这个内容是什么了，然后好像用的 ID 名称张伟 S 吧，对，然后当时好像 Unwriter 还圈了一下你的文章，然后说这篇文章很有趣，然后那个你的朋友就跟我说，哎，这个是我们成都的张伟写的，然后我一看，哎，这是个技术大拿呀，因为你文章是比较深度，而且是聚焦在某一个很细节的这个地方，就是越细节的技术文章其实难度是越大的。然后见过面之后才发现你应该是一个资深的开发者和工程师了，尤其现在已经不写代码很长时间。对，然后不写代码很多年，但是现在为了 BSV 又开始拿着笔记本，然后跑到这个孤岛上面来跟我们一起敲代码了。所以我是想问问你，就是从一个比较资深的开发者的一个视角和经验来看，你觉得就是你们肯定经历了很多，比如说开发语言或者一些新技术的这种出现迭代，有的就死掉了，然后有的就繁荣起来了。如果根据你过往经验，你觉得现在的 BSV 是一个对于开发者来说是什么样的存在呢？首先吧，我确实来这儿看到原来屏幕上的人变成真人的都真的是很开心。然后呢，确实感觉到现在的这个生态就是比原来好，就是然后有很多新的一些，尤其是基础设施这一方面的建设，我觉得是应该说是有了比较长足的进步吧。因为我记得原来，比如说我要去 BTC 那边去，BTC 那边，比如说关于那脚本的那些支持都很弱，然后这边新的这边有像 Script 呀，或者是这些出来，因为我本人是对那个脚本这一块比较感兴趣，然后包括这些开发的支持啊 ，IDE 这些支持，我觉得都还挺好，所以你觉得现在这个时机已经对于就是外面的开发者来说，其实 BSV 上已经有很多的机会了，而且门槛大幅的降低了，对吗？对。你刚才讲到了，就是介绍自己的时候讲到了，以前你特别喜欢在
在比特币上面转账，然后转来转去，然后我心里就想，哇，这得有多少比特币啊？大家是不是跟我想的都一样？对。然后其实我现在即使跟这个在区块链行业里的绝大多数人聊天，他们也依然坚定地认为说，比特币的就是唯一的应用场景就是转账。然后呢，它作为它比其他的这种转账系统好的就是比如说跨境，然后呢相对来说这个信任程度会更高一点，然后它现在的这个流动性也很好，然后价值认可程度在全球的价值认可程度也很高。但是反过来看，其实我们 BSV 对于这个比特币区块链的真正的这个实用价值或者应用价值，其实更多的是看到它作为一个数据网络，能够承载价值转移的一个数据网络，它这方面的一个巨大的潜力和价值。所以我想问问资深的常年使用比特币转账的人是怎么样看待这个比特币的这种数据交易的价值呢？或者是你是在什么时候就是意识到说，它其实不仅仅只是一个这种转账交易，而它有其他的更大的这个应用场景呢？首先那个转账，我原来都是几乎是零手续费的转账，那是很爽的，所以说根本不需要领很多币的，然后现在呢，我其实很高兴看到那个 BSV 上面除了就币圈最重要的那个转账功能以外，还有很多很多的就是这种数据附着在这种区块链上，当然有时候也会是数据外加那个就是它的价值一块进行转移。现在我的感觉好像应该是说，可能是得有超过90%都是就是说是一些数据的服务。我觉得这块应该是就是说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趋势，因为它相当于就打开一个更大的空间。原来就很狭窄的一个区域，就说是原来的说法就是所谓自己的银行。就这很狭窄的区，现在等于是就是把我相信说就是未来的那种说互联网的大部分的事情都可以包括，所以说我是觉得说这种数据为导向，然后当然我自己也比较关心的就是再加上一些合约，让它有一种智能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前景的事情。好呀，然后又轮到我们那个王悦了。王悦还是今天的这个演讲嘉宾。王悦我们应该是最早见面，就是19年在首尔 CoinGeek 首尔大会上。是小辉让你去的吗？自己去的。好呀，那个对，当时你就说你其实一直在关注这个 BSV 的技术了，然后应该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吧，通过我们在深圳的会议和活动，后来又认识了那个 Meta ID 的冯鑫宇冯总。19年的在首尔也认识他。POS 机到处。对，收配。当时冯总2019年10月份的那一次 CoinGeek 首尔大会上，冯总参加了那次大会之前的 Pitch Day， 就是风险投资日。他那个时候是给他的钱包，就是硬件钱包，不算硬 POS 机，数字货币 POS 机的这个项目，然后想去融资。然后冯总其实他的转变是很大的，因为确实这种 POS 机是他上一个创业项目的很拿手的一个领域。然后呢，但是他也经过对 BSV 的逐渐学习和探索，现在开始做 Meta ID， 其实这是非常大转变，从硬件转变到了一个协议，甚至他的协议是开源的。然后也是去年咱们10月份深圳的会议，然后跟冯总又有一面之缘，后来就是现在那个王悦的项目其实是在跟冯总的 Meta ID 合作。我们很多观众可能今天上午没有看直播，毕竟是工作时间嘛，所以请王悦现在详细介绍一下自己现在的项目吧。好的，其实在介绍之前，可能也先谈一下，也接一下张伟的话，谈一下那个还有你刚才讲到的数据网络，因为我其实以前是一个数据科学家，我在13年、15年新加坡电信是做大数据分析的，当时我们就思考怎么把数据把它变现，或者说，因为我们很容易为一本书给它付费，但是说我看一篇网络上的文章，我给它打赏，这个其实大家都没有养成这个习惯。
就我们可以为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原子的产品或者商品去付费，但是对于比特或者说对信息，大家还没有养成这种付费的意识。但是我们在7、8年前就思考怎么把电信的数据进行商业化。那其实不谋而合的是，比特币现在的它的价值已经拓展到数据存储网络，或者是说吉米讲过一句话，就是 Bitcoin 等于 bit 加 coin， 就是 data 加 money， 对吧？就是数据钱。那其实这个就可能也跟我的经历有关吧。所以我说，刚好这个比特币技术就怎么把数据让每一个数据你要存储的是要付费，但是你读又是免费的，然后你要为你在这个网络上的任何行为付费，等等等等。其实是很把现实世界我们做的事情把它搬到互联网上面去。那刚才讲到比特币技术，还有比特币的一个数据变现的一个新的一个应用。那现在就讲到我现在在做的一个项目是一个智能硬件的智能锁。对，那智能锁可能大家都第一反应就是你家里的门上面的锁，因为大家每天都在用。其实它的概念已经拓展到除了你家里的门以外，你去办公室，你去车库，对吧？你的车钥匙，还有你柜子、保险箱都是要用到锁的。然后比特币也是一样，其实也是它是一个数字上的锁了，锁定你的所有的数字资产，你有私钥就可以打开。其实也是一种不谋而合吧，就我感觉我的过去的经历可能跟比特币有某种意义的一种连结。然后呢，为什么我在想着把我们这个BSV 上面的一些协议用到我们目前在做的这个智能硬件产品里面，就是也是源于到17年9月份，我现在印象非常深刻。当时也在做一次演讲，但是下面的一个评委是一个省里面的领导，他听了我的演讲说你讲的挺好的。我就有一个问题哈，他说，万一你们这个，就是说我不担心你们对外面的保护，你们都安全做得很好，万一你们公司内部出现内鬼了呢？万一你的工程人员把你们数据库删掉了呢？那你这个安全性是极大的，对吧？你掌握那么多家庭的钥匙，就是说你可以去开人家的门。我当时其实虽然也在回应他的问题，但是其实答得不是很好，他也不是很满意。当然后来他一说，其实从政府的角度的话，就他们肯定有定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对吧？签保密协议，然后定各种惩罚等等。如果怎么样，那么就怎么样，对吧？那其实还是从制度方面来解决。如果能从技术层面，就从根本上就杜绝这种问题，那其实就不用担心的。这个是17年9月份发生的事情，然后到19年9月份，然后我们公司内部刚好真的出现一个类似的事情，就是我的工程师在迁移数据库，从亚马逊迁移到阿里巴巴服务器的时候，把数据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说是没有问题，实际上出现的结果就是数据丢失了一部分。就比如说我们的用户突然有一部分用户发现，第二天醒来发现他的 APP 上面的所有的连接的设备都找不到了，开不了门了。这其实对公司而言是一个灾难，是一个信用上的很大的损失。但是他也找不到原因，为什么中间在传输过程中数据就不见了？这就让我真的是痛定思痛，要从解决这个问题。就17年9月已经被问倒过一次，但是没有产生任何的行动。然后19年还真的经历过这样一次惨痛的教训。那结合到这些，我就想可能在技术上，比如说我们就把后台服务器就完全去掉，把所有的数据都存储到链上，需要读取的是读取。对啊，这样的话其实就不存在什么数据迁移啊、丢失啊、删除啊等等，也不用担心任何的可能性。但是也知道19年9月份如果来解决这个问题，就像刚才张伟说，其实还有很多基础设施不够成熟 ，Script 那时候还没，可能还刚刚开始。然后其实这个问题一直在脑子里面还没有解决，但我们还是创业者嘛，都是想去解决一些问题嘛，解决一些痛点。对，刚好时机慢慢越来越成熟，一碰到 Meta ID， 他们定义了数据格式，一碰到 Script， 把智能合约，把编译器做的让开发人员更友好，可能是这个时机就更成熟了。那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希望打造一个可以按你的说法是一种协议，这种协议是在物联网的所有的硬件里面，他们如何去进行数据的存储，对吧？如何管理用户的数据？因为物联网它包含的概念非常广，
你一辆车也是物联网的车，然后你一个门锁、一个摄像头、一个灯，都是物联网的概念。只要任何的现实的一个设备加上传感器，加上联网的模块，它就可以称之为物联网的设备，因为它可以被感知、可以交互了。那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就在思考定义这种物联网的数据传输协议，然后可以使用 Meta ID， 通过 Meta ID 来传输到链上去。这是我们目前就正在从思考到落地，思考花了将近从第一次有这个念头被人问到我们经历过这种惨痛教训，到现在把它解决，只是一想过来还经历了很长时间。但任何事情它都有一个 timing 嘛，也不是说你遇到问题马上就能解决，对吧？但我们肯定能，如果这个事情把它做成了，我觉得是对行业的一个很大的贡献吧。就我们开一个头，然后很多人将来想要用物联网的设备，并且把它接入到区块链上面去，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案例。对，大概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对，因为我知道王悦其实这几天也在紧锣密鼓的跟这一次来的参会者，很多公司都在沟通交流。然后因为我觉得确实物联网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领域，包括虽然你公司现有的业务是这个电子锁，算是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场景，但是如何让区块链技术赋能你电子锁的这个就是各个层面的这个业务，其实是有很多可以拓展的。刚才你主要是提到了，就是让一些数据在链上可以保存，不会因为程序员删库这种事情导致公司的重大损失。但是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认为数据上链可能是就挺基础的，而且在 BSV 上已经是相当成熟的这样一种技术实现吧。但是你的这个应用场景，我觉得使用比特币区块链技术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可以做的地方，包括就是智能硬件设备更多了，机器之间的这种交互，机器与机器之间完成的这种交互如何让它更安全，还有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影视作品啊，就是会夸大一下未来这种物联网普及了之后会出现的这些黑客攻击的这些问题，其实也是可以用区块链技术，没准会增加一些机器交互的这种安全性。但是呢，我也曾经跟一些就是物联网啊或者自动化领域的一些专家们聊过，就是他们其实也在看，就是新技术能够怎么样让他们的这个专业领域更好。我特别就是跟他们聊的时候，我就忽然想起来之前 Craig 说的一句话，就是区块链技术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是呢，你只要用好了它，在某一个具体的一个性能或者场景之下，它能够使你的那一部分性能或者场景优化，那这个技术就是值得探索的。刚才就是我们私下聊的时候，刚好聊到微支付嘛，就是 IoT 场景下的这个微支付，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性能，因为如果你需要使用区块链去做你的这个数据啊，或者是一些物联网设备的这种互相交互和管理，肯定是成本越低越好。那能说一说，就是目前你跟冯总的项目，其实我知道已经启动了一段时间了，那它的这个 Meta ID 已经在你们的这个产品上有一些什么样的未来的就是嵌入的场景呢？其实我们交流过很多，我们其实我们最初的想法就是把我们目前的这种前台后台的这种架构改成没有后台的这种架构。对，这个是我们目前正在做，协议已经定义好了，然后整个的那个思考模型已经有了，我们也在申请一项专利，然后把这个专利其实是一种保护了，也是一种公开，把这个技术公开给所有人，让他做参考。就是我们谈到区块链第一层应用就是数据存储和读取，那第二层其实也是跟冯总聊到，就是怎么样去激励很多人去做这个事情。因为在之前的话，他们可能会觉得存储他们的数据是理所当然的。那现在的话，怎么让他们觉得存储他自己数据，他还需要付费？这个就是一种激励的行为。那比如说，可以让他更多的跟我们的产品的交互，他们获得激励，然后他们就可以愿意去支付一定的费用来存储他们个人的数据。这个是我们在第二层在思考的。好在我们已经有积累了不少的一些现在的客户每天都在用我们的产品，那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当这个产品发布以后，我们可以找哪怕有5%的转化率，
他们都可以去来尝试这样一个产品，并且给我们反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一旦把它实现，我们可以很快找到反馈，是不是有价值，对，是不是有人愿意为它买单等等。好，而且据我所知，一般就是硬件厂商其实也是可以把这个服务，就是未来比如说1到2年的这种服务费用，直接就嵌入到这个产品销售的这个费用里。所以我觉得，其实未来就是这种服务吧，算是额外的，不管是什么附加服务，或者本身就是产品就是内置的这种服务，其实能够真正推到终端消费者手里的希望还是很大的。然后反正大家今天那个也是来就是聚到这里，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从五湖四海吧，然后赶到了这个珠海东澳岛，然后参加我们的这一届开发者训练营。然后其实我相信有很多朋友是想来，但是没有办法请下来1周的假，或者是就没有办法来。有的可能是觉得说自己是不是开发实力不够啊，积累的东西不够。就是最后一轮吧，就是希望能从5位的嘴里给我们的观众一些就是参加这次训练营的一些感受，可以聚焦到某一个就是这2、3天当中比较打动你的，哪怕一句话，或者跟人的一些交流，或者是心里的一些感受，给我们训练营打广告。我觉得就是我觉得 BSV 上就是要保持终身学习吧。因为我发现就是它那个新东西特别快，就是你如果说可能2个礼拜或者3个礼拜你没有关注从那个开发框架，或者是说然后智能合约甚至应用，你如果说可能几个礼拜没有关注，然后到时候你会发现就有好多东西你已经不懂了，然后就是你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特别聪明的人，他们在 BSV 上已经玩出了各种各样的花样，就有些花样就是脑洞特别大，然后你自己是想不到的，对。然后我觉得就是跟他们一起交流的话，就是对自己的那个思维有非常非常大的那个拓展，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要保持终身学习，然后碰到一些小问题也不能放过。这个就是在我身上发生过好多次，就是我以为一个东西我理解了，但是后来我去学另外一个东西的时候，它用到了我之前我以为我理解的某一个技术或者是某一个领域，但是其实我并没有真正的完全理解，对，所以我还是希望就是说，就 BSV 上面很多东西，就是看一遍是不够的，你可能要时回过头来看2遍或者3遍，对，然后还有就是这一次能够看到很多开发者开发的东西，其实是很有意义的。我觉得特别是像 Meta ID 这个东西，如果说它真的能够实现的话，会是一个革命性的东西。对，就是这样。大家对冯总的 Meta ID 都赞不绝口啊。然后我觉得那个陈杰说的有一点很好，就是其实是很需要交流，然后持续的在跟别人去学习一些东西，因为知识这个体系太庞大了。然后青青呢，谈一谈你这次来参加活动的感受。我的一点体会，是大家要敢于问问题，并且要去尽量问好的问题，因为你会发现，当你想不管是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也好，还是你还是一个初学者，想要以学习为主要目标也好，你会发现问出了一个好的问题，就是站在解决问题的角度，基本上很多的问题已经被解决掉了。所以，如何问问题，问一个好的问题，并且问一个回答问题的人方便回答的好问题，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在迄今为止，我觉得一直在让我思考的一个问题。对，也是有很深的体会的。那你觉得这2天的活动当中，你跟谁的那个问题上的交流让你印象深刻？哇，我们第一天小天是坐我边上，然后非常非常的巧，然后其实我没有主动问，你主动说的。小本人没错了。因为我想给每一个可能见到的人
没错，就像你讲的，你会跟见到的每个人讲。然后我比较擅长听，但是我一边听我也会有我自己的问题，然后我会问，并且我觉得我应该在知乎上见到过你的专栏。那最好，希望以后持续关注，因为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写。而且你会喜欢给别人点赞？我这个我可能不是很记得的，反正我是会经常会去写东西的。对，然后小天讲一讲吧，就是你这2天觉得你经历的高光时刻。对，其实我这2天我来之前是准备了问题的，而且我准备了很多问题，我认为我没有理解的地方，我会给它写下来，是吧？比如说，我会去找人问，为什么他是这样，为什么要这样去设计？比如说我会去问林哲民，是吧？他毕竟是大使，而且他知识很渊博，他给我讲为什么是这样的。我听了之后觉得很开心，又学到一个新的知识。那这个知识现在就是我的了，是吧？那我可以给别人讲了。好，那比如说今天下午我其实是找了王一强他们做那个合约的嘛。因为我有一个想法，我不知道怎么去实现，跟他交流了之后，他给了我一个可能会实现的方向。我觉得很受用，我下来之后，我可能会去想，我照着他这个方向看能不能把它做出来。那如果做出来了，这个东西又是我的了，是吧？所以我们要抱着一种，我们是来收货的，是吧？我们是拿着镰刀来的，我们是要来收东西的，对。这个东西可能短时间内是知识，但是长期来看，它可能就是利益或者是经济激励你，是吧？你只有抱着这种心态，你来接触。比如无论是 Bitcoin SV 还是说参加线下的会议，你有这种心态，你才可能会有收获。这个收获不仅仅说我买了币之后币价涨了，我很开心赚了那点钱，不只是这样的，它可能是你收获了一个新的想法，这个想法你给它做成专利，它可能值钱，是吧？你收获了一个新的方案，这个方案可能应用在公司的运作上或者用在产品上，最终的它是有一个收益的，这个收益是正反馈给你的。这就是我这几天最大的感受，而且后面我肯定还会问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我要抓住这个机会，我要把这些东西都收到我的荷包里面，是吧？带走。对，小天，我觉得很难得的一点就是我在你身上看到了那种就是非常积极进取，就是努力的想要去，就是不管怎么样，努力的想要去实现自己想要做到的事情。我觉得这一点作为创业者和企业家都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素养吧。然后就请张伟说一下吧。我的感受就是这是一个好地方，真的那我在群里面，这就是我想要的广告语。我在群里面看到尼斯发的那些图片呢，哎呀，我真的是当天就想游过来的。结果一到这儿，发现比图片还美这个地方很好，但是更重要的呢是在那个被关在会议室里面，认识了非常多的大咖呀，什么老板学到了很多东西。当然很多时候是被迫学的，因为比方说他上面讲到一个说那个Meta ID 是基于那个MetaNet。我原来知道一些 MetaNet 的事情，但是没有真正看过他们白皮书，这个逼着我又赶紧去把白皮书学一遍，就是类似这样的。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呢，就是那个咕噜讲的一件事情，因为他跟我原来思考，我也原来比较困惑的一件事情，就是关于那个以太坊和那个 BSV 的那个就是各自能做的事情，就是说 BSV 它。那个以太坊它是在另外一个方向，然后它在这个相当于积聚了很长的时间，就它现在的东西就是它的那套体系能够做到的，就是不断的迭代出来的最好的一些东西，但是又意味着我们这边同样也有就是它所适合的可以做得更好的事情，但没有必要非得把他们的东西照着去搬呢，或者是因为有些底层的模型其实是不太一样的，这就是我的感受。所以我能感觉，就是有的时候演讲嘉宾或者私下交流的那么几句话或者几段话，就能一下子点醒你一直以来的这种困惑，或者是会指明一个新的方向。然后最后请王悦也谈一谈。好，就是其实刚才他
我刚刚就是陈杰在聊，就是说为什么区块链里面每天都日新月异哈，每天都有好多东西在学哈。我之前应该好像在3年前也写过一篇文章，我当时写的文章就说我们其实虽然说我们肉体都在这里哈，就是我们的物理世界，对吧？那其实我们打开电脑或打开手机，我们就进入的是数字世界了，微信也好，网络也好。那还有就是刚才你说的，我们现在如果说把它理解第3个世界是区块链世界，那你发现区块链世界都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在里面？你发现没有？区块链它底层是数学，是密码学，是科学家，对吧？你比如说你说 CSW， 那它的技术理论和技术的那种积累是很高的，不只是 BSV， 就是很多做区块链的，其实他们是一群科学家的人，他们在做很多技术理论上的创新。然而你发现在物理世界，我们不管是做，其实都是大家工程师。工程师是什么？就是方案是有的，你只要花时间把它做出来就好了。就像需求书写好了，你只要按照代码一行行敲，就觉得能敲出来。但所以在区块链这个世界里面，我也在思考为什么这么多新的理论，动不动就来一个密码算法，动不动来一个新的公式，动不动就来一个新的这种技术或者协议。这就是一群非常聪明的一群人在里面发明创造，所以它里面会有很多新的知识。我觉得大家都把自己的心态归零嘛，就不管你在其他领域多么的厉害，你来到这里就是虚心学习，本质上它就是一个新的领域，但它这个领域在之前是有很多技术的积累的。对，那这一次为什么我很期待，不单是这一次的活动，还有将来更多的 BA 的一些活动，就是很多时候还是需要见面交流的，你自己躲在实验室或者是办公室看白皮书是没有感觉的。对，然后我这一次我其实带着一个问题来，就区块链有一个所谓的不可能三角的理论嘛，对吧？就去中心化、安全，还有效率，或者说就是可扩展性。那我说BSV 你看容量又无限大，然后又安全，那它牺牲了什么？它是不是牺牲了去中心化这个特点？其实带着这个问题我就问了顾路。我不知道我是私下问他的还是公开问他，我忘了。反正这2天我找了一个时间问到他，他说其实在做 BSV 的开发里面，你的去中心化程度你是可以自己调整的，根据你的应用来，你是要完全去中心化，你肯定会牺牲一点。反正这是我得到一个答案吧，就是说并不是 BSV 它破解了这个不可能三角，而是它在为了让这个链更好用的情况下它可以让它有一些弹性，这是我这次得到的答案。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刚才王悦最后说的这一点，其实又让我想起来刚才咱们说的，区块链技术并不会解决所有的，对吧？不仅是我们在评估一条链它是不是3项重要的性能，或者一个系统它的几项重要的性能是不是都能够达到足够的优，而你在评估自己的这个业务场景或者产品服务的时候，其实同样也是需要一个互相妥协的过程，你没有办法把一个东西做到各方面都是极致的最优的那样的一种东西。那么我能感觉到，就是区块链的很多新人，或者甚至在这行业里很多就是做过很多产品或者应用的人，他们甚至还一直在纠结在这一些，就是说我认为区块链技术特别好，所以我认为它应该是极致的好，就是一直大家的讨论还在讨论到这种极限的问题、极致的这个问题。我觉得通常我一般碰到这样的人，就是问我这样子的问题啊，或者还在跟我讨论就是这东西能不能做到极致的时候，我是觉得他真的是需要像在座的各位这样子，就是需要再去潜心去再好好的学习，然后你有足够深的理解，或者有一天突然身边有个某一次谈话就能够点醒他。然后其实我们稍微超了一点时间，但我还是觉得就今天机会很难得嘛，我们有5位非常尊贵的嘉宾，然后我们就每一个人在最后的说一点吧，就是刚才大家都谈到了一些自己曾经对比特币的一些理解，以及在自己的学习过程中，或者像最近这几次吧，有机会跟大家见面交流的时候，会纠正自己的一些误区或者是一些想法。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值得分享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说出来了之后，其实可能我们的观众或者未来看我们视频的人，可能也会成为点亮他们的那么一句话。
然后我自己来说一下吧，我经常被别人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就是 BSV 为什么不能去做某某某公链、某某某公链的那些某某某场景？因为很火。然后呢，我就会试图跟他讲说，其实比特币它就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系统，一个开放的平台，你能在它上面做的东西会非常非常的多，并不是说我只是根据我家的这一面墙的宽度，然后我去定制一个什么颜色的书架这种，而是给了你一个平原，你在上面可以做任何东西，你可以盖房子，你也可以不盖房子。就是我认为大家如果能想到 BSV 其实是一个平台，你要专注于如何利用这个平台去做自己的这一套东西是更好的，而不是去怎么想说为什么这个平台没有像那个平台，导致我的这个想做的事情没有那么的就是合适。所以我觉得理解比特币是一个开放平台，它只是一个平台，一个系统，是对于你想做区块链应用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起点。就是说你要理解它只是一个平台。来，给你。对，我可能就是想面向，因为我自己是开发者嘛，所以我可能就是想对于开发者说一些我的一些体会吧。我觉得就是现在像 BSV 上面的话，因为我也一直有在观察，我觉得就是现在像那个 BSV 上面它那些底层的基础设施，基本上来讲，我觉得已经是已经可以满足我们的开发应用的各种需求了。然后从那个底层的那些读写的那些 API， 然后加上一些像 MetaID 这种协议，然后再加上一些那种智能合约。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确实是像之前像吉米说的，就是 it's time to build， 现在确实是一个在上面建设的很好的时机，而且我个人其实是很有信心的。我个人觉得可能最晚但应该是不会超过1年吧，我们应该能够在 BSV 上看到非常多的东西。对，这就是我的看法。好，你的想法就是说，大家现在就开始动手干吧，反正已经比之前已经好很多了，不要再抱怨啥都没有了，是吧？青青呢，就是谈一个你认为就是说很多人会误解的，但是你悟出来的一个道理。我想讲的是经济学里面一个概念叫做 specialization， 也就是大白话叫做如果你擅长什么你就去做什么，因为这样的话总体看来是整个社会效率最高的，或者说整个体系内效率最高的。那么站在学习者的角度，不管你是小白，还是你是开发人员，还是仅仅你是感兴趣，或者仅仅你今天正好点到了这个页面在看，那么我觉得那你可能会问自己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那我该怎么办？我应该看哪儿？既然你们刚刚说到了有好多的视频文章，有好多的内容要看，那么我觉得不管你是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你以后想要干什么，找到BSV 能够站在你的专业角度能够最有用的，一定能找到的，可能往往还不止一个，那么你一定能找到的。那么这样的话，你把自己能做的事情站在自己的角度做到最好，或者是慢慢，至少你可以先定一个小目标和一个相对长远的目标，然后一步一步的往前去做。比如说，站在我的角度，也许我以后也可以开发一个某某 APP 之类，但是这个算是一个长远的目标。那么站在我现在的角度，那我可以做的事情和在座的各位开发大佬可能就不太一样，但是我们有技能上面的互补，所以我觉得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这个生态系统里面的哪一个角色，你总是可以找到你能够做的一些事情。所以当有人可能会抱怨说我什么都不懂，我可能只能买了然后等着价格上涨嘛，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完全不是这样，并且其实有好多的资源，我看到B 站上或者是很多网站上，你会发现有 BA 的资源，有各种各样的技术也好非技术也好的资源，其实大家都是可以好好利用的。对，好，给小天吧。对，其实刚才讲到一个，就是说之前有误解的是这个意思吧？就是说，刚才听王悦讲到一个不可能三角的问题是吧？其实我有点想说的是，我们在想一个问题之前，我们要考虑这个前提条件是否成立。就是说，比如最简单，我们大家都知道不可能三角，说什么去中心化和那个安全性，还有叫高性能。其实我们应该想的是，
为什么有这个？它是不是正确的？这个节呢是谁给的？它有没有经过推断？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因为我们带入了以前的思维模式，就是说很多人他是这样说的，但是他不一定是事实，或者说是他们总结的事实，但不一定是被验证的事实。道理就像E等于 mc 的平方，是吧？这是爱因斯坦说的，你可以通过各方面的方式去验证这个事情，你甚至可以通过它造出原子弹，但是不可能三角不是。我们不应该把它当成一种定理，我们可以去想它可不可以不是。比特币 SV 告诉你它可以不是，它可以既有高性能又满足，我们就不要去中心化，因为这个词是有歧义的。我认为叫去中介化，它又可以去中介化，又可以高性能，又可以安全，它可以做到。这个解释，如果你认真研究的话，你会发现它是可以做到的。所以不可能三角并不是一个真理，而应该是一种被谬传的，或者说就像很多人说代码即法律，其实代码不是法律，法律也不是代码，代码是代码，法律是法律，这里面是有很清晰的定义的，它是可证伪的。对，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这里面还有很多知识哈，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对一个新的观点要抱有批判性的思维，我们要去思考它为什么是这样说的，可不可以不这样？如果他这样，我有没有其他方式来解释这个事情？对，应该是这样一个道理。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成都有一次那个 BSV 线下的那个一次聚会然后有一位那个很酷的那个一个纪录片导演，然后对，然后我就觉得他很酷，我就说因为他其实也不是说很多太多的计算机技术啊相关的东西，包括区块链，然后我说你为什么能这么看好这个 BSV 而且就还投资在这里面呢？然后他说按照常识就是不扩容的区块链就得消失，就是所以说我也想说就是所以我现在非常欣喜的看到就是这个区块大小，所以我就是在往上涨，所以说我也想说这奔跑吧那个区块尺寸越大越好。有文章，因为就是一个被误解的，但是这次理解的是吧？就是可能也是冯总其实他今天在他最后一个 PPT 有写到吧，就是说整个世界的所有的交易数据都理论上可以放到 BSV 上面，这个是我之前也没有想过，但这是一个很伟大的愿景，我们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能够实现。就是我觉得，所以我今天还发了个朋友圈，我说冯总是很有格局的人，他所有的技术都开源，所有的做的事情都不是想着他自己要怎么样，而是想整个行业，然后整个生态，所以这个是可能我也希望在看的视频的小伙伴多多关注 BA， 关注 BSV， 关注 Meta ID 整个这个技术的生态，然后如果你懂技术可以做开发，不懂技术可以理解它，并且像青青一样去解释给周边的人听。对，好呀，我们今天也聊了1个多小时，而且这是我们直播的时候嘉宾最多的一次。然后未来3天呢，我们开发者训练营每天上午依然会有嘉宾的精彩演讲，然后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 BA 的哔哩哔哩的直播频道。然后今天我们的这个小小的访谈节目就到此结束啦。